大家好，我是 Pass， 今天来做一期长枪的全面教学。本视频会根据偏低分段和中高分段分为2部分来讲，尽量做的全面一点。无论你玩没玩过长枪，一定要让你点进来能够确确实实的学到有用的东西。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我是 Pass 啊，我现在在做视频啊，我遇到一些很难突破的门槛，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下面的点赞按钮按住，给我善连，帮我架把劲 ，you know， 我对你敬礼 ，I salute。首先来讲平 A， 左键第一下是戳2下，右键是劈1下，右键会给对面的僵值更大。我们再来看伤害，左键是113×2，右键则是206，伤害就看得出来左键略高一点。不过右键第一下的范围更远，且能扫地。所以我的推荐是起手时用右键起手。左键的2A 伤害是164×2，右键则是185×2。2A 的伤害是右键更高一点。紧接着分歧点来了，你可能从一些地方学到，可以在2A 后再用蹲 A 折磨对面。偏低分段你可以这么做，低分段会试着震刀你的3A， 所以你可以来一个蹲 A 来骗到对方的震刀，蹲 A 之后再 A 就是2A， 这样的话就可以无限循环来折磨对面。你也可能从哪个地方学到了2A 之后升龙，然后是空 A 加右键。我只能说这么教人的话想法很不错。再来讲中高分段，在甩出长枪的2A 之后，由于2A 的僵值很低，对面是可以直接闪走的。这样的话，你的蹲 A 和升龙就会打空，然后就会被闪走的敌人抓到后仰。所以我非常不建议2A 之后接蹲 A 或者升龙。接下来给出我的建议：右键起手，然后打出2A。此时观察对方血量，血量高则在2A 后原地蓄力左键，看对方的反应。对方如果2A 之后直接震刀，那就放手。蓄力好了就是出了左键蓄力，没蓄力好就是出了左键3A。再次观察对方血量，血量低时右键起手，然后打出2A。重点来了，我刚刚说 2A 的僵值会很低，对方是可以直接闪走的。那么闪走了怎么继续跟伤害呢？众所周知啊，在空中的攻击会自动追踪到目标旁边，所以我们可以在2A 之后来个空 A 抓对面的长闪来完成斩杀。如果对方在被你2A 之后原地蓄力，而你出了空 A， 可以在空 A 之后按震刀，就能立刻震刀，当然要按住 W。这个震刀是在你空 A 完成后立刻执行的，如果是蹲 A 或者升龙就不行。蹲 A 后按震刀就会变成2A， 要震只能空震，多了一步也就意味着更麻烦且执行的更慢。升龙也可以直接震刀，但升龙比空 A 出手慢一点，有时候你就会因为升龙震不了刀而吃一套蓝霸体伤害。相信我，实战试一试 2A 之后空 A 绝对能让你玩得舒服。问题来了，我把蹲 A 和升龙都说的那么没有用，但它设计出来是为了什么呢？别急啊，慢慢讲。先来说蹲 A 啊，伤害是152，略高于左键的 1A。别人教的在2A 之后放蹲 A， 为什么我说不建议这么做？那是因为 2A 给对方的僵值太低，经常就导致 2A 后蹲 A 会打不到，这样打其实就只是打到前面4下的平 A 伤害。接下来就教你怎么利用蹲 A 才更合适啊。首先用右键起手，然后直接蹲 A， 再接着左键，再空 A， 这样的话就能直接打出6下，全程是真连。如果你用左键起手就打不到，因为左键僵值太低，所以还是用右键比较合适。真连大家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武器的真连都是要用到升龙的，所以接下来开始讲升龙。长枪的升龙是所有武器中位移距离最长的升龙。中高分段的对局里，你经常可以看到高手在玩长枪的时候经常会用升龙来做位移，这既能位移距离很远，也可以挡掉远程的子弹，不需要带很多的精力，你就可以持续的右键蓄力，然后再接升龙，然后再右键蓄力，这样循环不间断的拉开距离，全程不会被钩索给拉到僵直。然后再讲连招，起手时可以用右键起手，然后原地升龙。注意长枪的右键判定比较长，所以要稍等一小会儿，然后再按蹲加右键，不然的话还是会被判定为右键2A。原地升龙后，在空中按住 W， 点击左键打出一个空 A， 此时对方会继续往前飞出一段距离，
们就紧接着再次跟上一发空 A， 注意 W 不要松手，不要再接右键下劈，因为对方起身瞬间无敌会空，而且还会给自己僵直，伤害很高，多加练习非常好用。需要注意的点，一定要在空中全程按住 W， 不然就连不上。这套在右键和升龙中间，对手如果是杭州人，那是可以闪走的。所以我们也有 Plan B， 有敌人就在眼前。在看到敌人后，利用蓄力来接近敌人，在隔着大概8米左右距离时，按住 C 滑铲，再按右键就可以直接把对方击飞。这样的一套就是纯纯的真连，对手完全是动不了的。讲完了平 A 啊，再来讲来霸体攻击。左键的3A 是环形一圈，类型是瞬间打出590伤害。右键3A 是当头一劈，类型是延时打出651伤害。也就是说，在长枪2A 之后，你按3A， 对方直接震刀就能震到。而如果你右键3A， 对方就震不到，还会吃到这一下伤害。偏低分段可以试着左键2A 之后，然后按右键来骗到震刀，伤害会在对方震刀完后才打到对方。然后是中高分段，高分的人在2A 之后会立刻闪走，如果你按左键3A， 大概率会被闪开。但如果你按右键3A， 那么你在出手的瞬间就会后悔。武器现在伤不了人。表面上看上去好像延时打出很酷，实际上对方闪开然后回头震刀就能直接震到。我给出的建议是赌一把，对方不震刀也不闪走，按左键3A， 运气好对方出平 A 或者是没精力就能打到，运气坏对方闪走你也不至于被震刀，对吧？然后是震刀攻击，这部分没什么好讲的，和普通的龙王破一样性质。如果你震刀了和尚或是月山这种能打断的角色，就可以不去戳他，在震刀后转视角去戳他队友就行。你也许在别的地方看到震刀后不去弄哪吒闹海，而是打一个升龙连招。我不推荐你这么做，因为哪吒闹海能让你保持很长时间的金霸体，团战中的金霸体几乎等同于无敌。不过这招在单排还是比较有用，我就讲一下吧。在震刀后键盘不动按右键，在打了第一圈之后按 C 加右键，它会自动转成升龙。别忘了升龙起跳后按住 W， 注意只有第一圈才能接升龙，第二圈的僵值会比较低，所以接不到。接下来再讲魂玉，长枪可谓是老魂玉宠儿了，和阔刀一样有6个魂玉，且个个都不错。第一个夺魂枪，把震刀处决后的转圈圈变成了一下，根据造成的伤害回复生命值，回复的生命值是非常非常的高。处决这一下会把敌方扔出很远。至于处决后的连招，我是江郎才尽了，空 A 和右键都打不到。有知道的小伙伴可以弹幕打一下，这个毋庸置疑能拿就拿，而且只有1下伤害，不怕金钟罩和蛮王冲撞打断。推荐指数5颗星。2双环扫，把左键3A 替换成2次攻击。这个魂玉表面上替换个左键3A 动作而已，实际上你装上就会知道，这会让3A 变得非常难震刀。哪吒闹海结束后的左键也会被替换，效果还不错，推荐指数3颗星。风卷云残，把右键3A 替换动作使其延时加倍。怎么说呢？能打个出其不意，但时间太久，对方都能闪避开，然后回头打蓄力了。对比没有装备的3A， 可以抓2次的闪避。有一说一，这个动作我觉得应该叫猴子上树，不会影响哪吒闹海结束后的右键。推荐指数2颗星。大圣游，把右键蓄力的动作给替换掉，使其变成2段动作4段伤害，伤害还不错。砸地的伤害范围很大，和阔刀的裂空一样，但不像雷刀的最后一下，这个不会被余波碰瓷震刀。2段动作就意味着和阔刀右键蓄力一样，
一段打不到就很容易被震第二段，二段打完之前是无法转向，也无法按键打断，但可以像和双截棍左键蓄力一样用勾锁强行打断，动作很帅但没什么用。推荐指数1颗星。第5，狂浪怒涛，把哪吒闹海替换动作使其成为大陀螺，范围变得更广，并且有更长时间的控制，期间能够移动并且转向。这个也会改变震刀后的攻击，使其替换成狂浪怒涛。如果你装着夺魂，那么震刀会触发夺魂而不是狂浪怒涛，这里演示一下。震刀并让狂浪怒涛触发后，可以像跟哪吒闹海一样不转，而是打连招。触发条件龙王破太容易被木压震刀，触发条件龙王破太容易被木压震刀。不过属性还不错，能拿就拿。推荐指数4颗星。第6，烽火穿心脚，哎呀，这个可就牛逼了！改变右键和左键的蓄力动作，使其变得很顺滑。蓄力出手龙王破，如果空了，再次按左或右键即可再追加一击，然后继续点左键即为哪吒闹海。无论是1段还是2段，只要中了，就会让对方沉默，无法释放技能，持续到哪吒闹海结束的瞬间。结束后按右键就是 EA， 但此时对方已经沉默结束。如果你还恰巧佩戴了狂浪怒涛，那就牛逼坏了！2个魂玉配套使用，戳到人后就能直接结狂浪怒涛，究极折磨。但狂浪怒涛的时间比哪吒闹海要久一点，沉默效果不会持续到狂浪怒涛打完。可能会有人想被追的时候一段佯攻往前打，然后再回头打2段啊，想法很不错。不过有攻击修正，攻击修正的特性会让你在蓄力攻击的范围内有敌人时会自动往那边瞄准，就算视角往别的方向也不行。如果你要佯攻，就必须保证第1段的时候范围内没有敌人才可以。另外，它并不能改变什么，龙王破就是龙王破，一样能木压震刀。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它的2段伤害特殊有点难震，不像狂浪涛一样没有什么触发条件，属性也很不错，能拿就拿。推荐指数5颗星。接下来说蓄力攻击。左键蓄力时原地不动，出手是和太刀一样的瞬间出手，蓄力快，出手也很快，没有办法木压。有个缺点，第1段如果没打到人，那么2段伤害很容易被碰瓷震刀，这也是时常会有的事。右键蓄力时则会位移一段距离，利用这个位移，我们可以右键 Shift 的右键来瞬间拉开距离或是赶路。右键蓄力出手是用力一砸，可以木压，只有1段伤害，所以不会被碰瓷震刀，打到了就是打到了，没打到就是被震了。重点来了，左键或右键蓄力好，再等一小会儿之后，身上会突然出现一层光圈，这个光圈和其他武器蓄力出手的光圈是一样的。在光圈出手的瞬间出手就是龙王破，龙王破命中后多次点击左键或右键即为哪吒闹海，全程是金霸体，能够无视并打断蓝霸体。能打断部分英雄的受击时技能，比如说崔三娘和妖刀姬，也能被天海的金钟罩和月山的蛮王冲撞打断。如果哪吒闹海途中不按键了，那么哪吒闹海就会自己停下。哪吒闹海期间可以转向，一个目标被做掉，你可以转向打另一个。在哪吒闹海结束后按左键即为左键 3A， 按右键即为右键 1A。 我的建议是一直按右键，这样的话结束就能立刻出一个右键 1A。 由于龙王破你无论出不出手它都会有这个光圈，你可以利用这个光圈来骗到对手的震刀，蓄好后不出手，转而长闪，然后打一套平力连招，这招在实战中非常有用，伤害也很不错，和龙王破的一套差不多。
好的，长枪教学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开始解析实战注意。由于我不太常玩长枪，我自己玩长枪的镜头比较少，还请海涵。好的，欢迎回来，还是我帕斯解说实战部分。之前说过啊，被追的时候不要用龙王破，因为太容易木牙震刀了。这个小伙子显然就是没有看我的视频，很轻松的震刀，你将子放，不震你震谁，对吧？然后是又一波团战，好没警力啊！妖刀姬开大打到沙男，我本是想续转 A 过去，但看他放 F 起飞了，所以我们立刻改用跳 A， 又是一波团战。对面 A 到我的磐石，然后队友在磐石的同时 A 的对面让对面陷入了僵直，我们就可以放这个磐石，同时队友再补上一下跳 A， 然后我再接上一个右键，我和队友破刀与长枪相辅相成。下一个受害者也是一样啊，然后转到下一个镜头，队友被卷，我们去找对面的残血，两个左键接一个跳 A， 稳稳收掉，然后是森罗古。把自己射出去，勾过去一个跳 A， 然后 A 闪避，这里闪避失误了，看到蓄力就震刀，收掉一个回头，续转 A， 然后闪避又失误，接着右键接升龙，然后跳 A 收掉，还不够，然后是和朋友练刀啊，对方放出2A， 然后原地升龙。我之前说过啊，2A 后升龙出手慢，会给对手足够的时间蓄力。他升龙打出伤害，但是动作还没有完成，只是无法震刀，而我的蓄力已经蓄好了。引族人也不少。感谢能够看到这里的你们，有你们的支持，才有我做视频的动力。临走前别忘了参与一下我的1周年活动，从点赞、关注和评论区随机抽取3位幸运观众获得大会员。还有什么武器和英雄你很期待教学的话，可以现在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打出。我们下期见，别忘了加我的粉丝群哦。